日本女医生跨越半个地球，独自到加拿大看极光，却神秘消失在林海雪原。加拿大西北地区发起最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却在4天后突然叫停，骑警和媒体三缄其口。时隔近1年，遗骨被发现，死因是葬身熊口，还是被杀抛尸，或者他是受到了极光的召唤，和万物生灵化作一体？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起神秘而充满了诡谲的极光失踪案。2014年10月，加拿大西北地区黄刀镇的酒店 Explorer Hotel 有一个名叫吉洼昌美的日本客人，入住5天的时间明明已经到了，但是他既没有办理退房，也没有续住。酒店前台对这个客人其实印象很深，他长相清秀，衣着考究，说话也轻声细气的，看上去比45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不少。自我介绍说是一名医生。酒店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太当回事，毕竟黄刀风景壮美，旅游项目也很丰富，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是流连忘返，推迟个退房多住几天那是很常见的，他可能就是玩的忘了日期。况且现在还是淡季，酒店也有大把的空房，不差他这一间。那个客人也压了信用卡，所以没什么跑单的风险。2天时间过去了，到了10月27日，吉洼昌美还是没现身。酒店清洁工人说，他房间在几天前就挂起了谢绝打扰的牌子。酒店经理终于觉得事情有点不对了，万一客人在此期间发生了疾病，或者是摔倒出了意外，那麻烦可就大了。于是就打开了这位客人的房门，结果里面没人。角落里有一口打开的行李箱，床头柜上放着药盒、手机充电器等等物品，洗手间里的牙刷、护肤品也都还在。一时间经理也不知所措，只能一边疯狂拨打吉洼昌美的电话，一边调取酒店大堂的监控录像，希望从中找到他的踪影。别说这事是发生在11年前了，就算是发生在2025年的今天，跨国旅行遇到通讯问题依然让人抓狂。国际漫游的价格贵到离谱，一出国这手机就像断了线，打开地图收发邮件都要到处蹭 WiFi。机场的 SIM 卡柜台永远在排长队，出了站还有黑卡等着你上钩。幸好现在有了 Sally eSIM， 轻松3步就能搞定国际上网。1. 下载 Sally APP， 2. 选购合适的套餐， 3. 按提示安装 eSIM。 恭喜你，一下飞机这网络就会瞬间自动激活，不需要排队，不需要换卡，更不需要到处找免费的 WiFi 了。而且只需要安装1次 Sally， 以后去别的国家在 APP 里添加新的目的地，轻轻一点说连就连。Sally 的套餐涵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速度稳定有保证，用着省心又省事儿。流量用到 80%， 会提醒你，想续费几秒钟搞定，设备不兼容，支持全额退款，全天候客服在线，不管你在哪个时区都能找到人帮忙。为了感谢 M2 观众的支持，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优惠，使用视频下方的折扣链接或者扫描屏幕的2维码，下载 Sally APP， 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M2 Story 进行购买，立享 15% 的优惠。出发前记得领取，踏上网络自由说走就走的旅程吧。咱们回到案件由于无法联系到本人，酒店方面只能通过订房信息找到协助他预定的多伦多的一家旅行社，再通过他们找到了在日本的紧急联络人。一番周折之后才得知昌美并没有按照原计划回到日本。与此同时，大堂的监控也显示，昌美在5天前穿戴整齐的离开之后，再也没有看见他回来过。于是酒店赶紧打电话报警，报告昌美失踪。黄刀的加拿大骑警到酒店对他的房间进行了搜查，在保险柜里发现了昌美的护照和返程机票。警方立刻向当地电台发布了寻人启事，第2天就把印了他照片的传单贴满了全城。Good evening, I'm Juanita Taylor. RCMP and Yellowknife are looking for a missing tourist from Japan. Atsumi Yoshikubo has shoulder-length black hair and brown eyes. She's approximately 5 feet 2 inches tall and weighs about 100 pounds. Anyone with information is asked to call Yellowknife RCMP or Crime Stoppers. 骑警在酒店房间的柜子里发现了一只包装精美的咖啡杯，上面印着森林和一抹美丽的极光图案。这是当地的一款旅游纪念品。一旁的发票显示，卖家名为极昼之光 Midnight Sun， 时间是10月19日。
店员在看了吉洼昌美的照片后，仍然记得这位顾客。他身材娇小，打扮得非常时尚且亮眼，穿着一身粉色的羽绒服，戴着一顶同样是粉色的帽子。他买下那只杯子之后，向店员询问能不能放到微波炉里加热，因为他还要想带回日本使用。镇上的一处摄像头拍到昌美离开商店后，在镇内不大的商业区又逛了一阵子。他走进了一个专门为游客提供服务的咨询中心，想要参加专门看极光的旅游团，结果却被告知此时属于淡季，并没有足够多的客人能够成团。工作人员建议他可以雇佣一位当地经验丰富的追光猎人带他去看。不过请人和租车的价格不菲，昌美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于是工作人员又给他推荐了狗拉雪橇、极地捕鱼、徒步穿越等等当地的特色项目，但是都被他一一谢绝了，最后什么也没参加就离开了。之后的2天里酒店监控拍到他每天早上都会穿着那件同样的粉色羽绒服，带着相机出门，看样子是去附近的一些景点拍照打卡，直到下午3、4点钟回到酒店休息，直到22号那天他一去不返。根据警方后来给出的报告，这天至少有2个人曾经在路上看到过昌美。其中一个名叫 Carrie 的女子是一名退役的骑警，她是在早上11点半的时候开车路过一个名叫 Ingraham Trail 的公路时呢，看见在路边徒步的昌美。由于她那身颜色鲜艳的衣服在荒郊野外显得格外亮眼，于是 Carrie 刻意多看了2眼，心里头还嘀咕，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他到底要去哪儿啊？于是Carrie 放慢了车速，本来想问问看需不需要帮助或者搭车什么的，但是他又看到昌美的脸上神态自若，没有半点迷路的慌张和求助的表示，而且穿的也足够厚实暖和，又是个风和日丽的大白天，在户外徒步几个小时也不会失温。昌美脖子上呢还挂着个相机，一副出来拍照的装扮。于是Carrie 特意多看了2眼，判断他没有危险之后，决定还是别打扰人家了，一脚油门就开走了。另一位目击者呢，是一位旅游大巴司机，同样在那条公路上看到了独自走路的昌美，只是距离比较远。按照他行进的方向，司机觉得他可能是要去一个名叫 Jackfish Lake 的湖边拍照。那是一处游客和钓鱼佬都经常去的地点，并不荒凉偏僻。于是司机也没有多做停留，就从昌美的身边开走了。这2个人就成为了最后看见昌美的人。警察通过这些信息判断出昌美在22号的时候还活着，不过从22号中午到27号被报告失踪，这已经过去了整整5天了。这时候的加拿大西北地区呢，尽管从时间上来说算是深秋，但是已经开始下雪了。晚上的气温在-5度到-10度之间，白天最高也只有2-3度。作为一个没有什么野外生存经验、没有食物、没有饮水的游客来说，在密林中迷路超过24小时就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于是警方迅速展开了搜救行动，不仅调来了当地所有的警用直升机，出动了几乎全部警力，附近不少具有丰富野外追踪经验的原住民猎人也带着猎犬们加入其中。一场整个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寻人就此拉开序幕。而美女医生在加拿大神秘失踪的新闻也很快传到了日本，并且在2国引发了巨大的关注。10月30号，也就是昌美确认失踪的第2天，日经新闻驻美国分社的记者便赶到黄刀，而日本本土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也都紧跟着派出了报道小组。加拿大媒体 CBC、CTV 也纷纷派人北上。一时间这个不到2万人的黄刀镇，街上到处都是扛着摄像机或者是带有翻译的记者。昌美住过的那间酒店房间也瞬间被订空了。一个游客失踪，日本人为什么千里迢迢这样的兴师动众呢？在日本媒体看来，昌美的消失不能算作是一个简单的失踪案。一个有颜值、有前途、有学历的3游女医生神秘地消失在异国他乡，让人十分惋惜，也是大众的关注点。另外黄刀在众多日本人心中呢是极光圣地，列在此生必去的愿望清单上，甚至还自带造人属性。在极光闪耀下发生了神秘失踪案，对于有着神隐传说的日本人来说，本身就自带一种难以言传的恐惧和震撼。日本人的极光情节是很重的，他们的传说里，天空出现神秘光芒是神留下的痕迹，对着许愿一定会心想事成。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部叫做《Northern Exposure》北国风云的美剧在日本大火，讲的呢是一个来自纽约的医生被派到阿拉斯加工作的事儿。尽管从导演到编剧到演员一水儿的美国人，但是这个剧却以独特的极地风光以及美式幽默，在日本掀起了收视高潮。尤其是几乎每集都出现的极光镜头，更是自然、美好和浪漫的代名词。后来呢，又有各种动漫的加持，说看到极光就能获得一辈子的幸福，极光孕育下的孩子会健康又美丽等等。因此还真有不少新婚夫妇选择去北极度蜜月看极光，并且在极光的照耀下造人。商家们呢，也不失时机的推出了有玻璃天幕的极光大床房。有意思的是90年代极光蜜月流行之后出生的那些极光宝宝们，大的也都已经成年了。在对他们进行了一些走访后发现，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确实都很健康，其中还不乏运动健将，而且学业事业都一帆风顺，属于同龄人中的佼佼者。那这个调查文章一出来，似乎更是坐实了极光有魅力呀。当然了，也有人指出这极光宝宝的好运开挂可能跟极光的关系不大，而是父母以及家境决定的。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能够跨越半个地球去北极圈度蜜月的新婚夫妇，这家庭条件肯定相当不错呀。想想看，能有勇气到北极造人成功的，一来是内心有着冒险的精神，二来这身体也绝对是不会差的。那父母身体好，有钱自由，接受新事物，这样的家庭出生的孩子，即便没有极光魔法加持，未来也应该不赖。不管怎么说吧，日本人看极光的热情是与日俱增，不仅是新婚夫妇，还有单身男女许愿极光能给他们带来真爱正缘，而老人们则相信极光的神秘光芒能够去除百病，长命百岁。平心而论就算没有这些神话故事的加持，极光本身也是相当值得一看的地球奇景根据地磁强度、太阳带电粒子多少以及偏光折射不同，除了最常见的绿色，极光还有可能是紫色、红色，甚至根据曝光度的不同，肉眼所见和照片拍下来的也会有所不同。极光的出现不仅仅是对地理位置有要求，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哪怕是身处北极圈，也有可能连续好几周看不见，但是也有可能在某一天晚上运气爆发，整夜都能在天空中看到那梦幻般跳动着的极光。根据统计黄刀一年有240天都能用肉眼看到天空中出现的极光，不仅仅是出现的频率遥遥领先，清晰度也首屈一指，因此还被 NASA 评为全球最佳极光小镇。黄刀镇和位于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另一极光圣地白马，这俩名字好似从武侠小说中走出来，自带广袤苍凉之气的小城，并称为加拿大的极光双臂。我们 M2 北极首发团其实刚刚从白马回来，每晚都有令人沉醉的北极光不得不说把人都看烦了。有了这些响当当的名号，黄刀镇每年吸引了全球约12万游客前来，是当地常住人口的6倍还要多，而其中有 10% 都是来自日本。昌美就是众多前来朝圣的日本游客之一，而他选择的10月底虽然属于旅游淡季，但这个时间段刚好在季节交替之时，黑夜变长，极光更容易看到，而且因为湖水还没有被完全冰冻，所以有机会看到水中倒映出这极光的震撼效果。那这些都是冬天或者开春时节没有办法看到的。也许昌美是事先做足了功课，有备而来的，而且他在多伦多转机停留期间就给自己买了那件粉色的长款羽绒服，还有同色系的保暖帽。只不过他没有算准的，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游客量不足，没法加入一个极光旅行团。咱们前面也说了，看极光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哪怕是黄刀这样得天独厚的地方，很多时候游客想要得到真正极致震撼的极光体验，也需要极光猎人来当向导。这些被称为追光者的人，通常都是一些有着多年户外经验的当地人，尤其以原住民居多。他们会根据天气、风向、云层、月光和星光的强度和位置来判断极光出现的方向。警方推断昌美有可能是发现无法参加追光团，而私人导游又太昂贵之后，想要自己 DIY 一个极光之旅。这也是为什么他最后被人看到正在往郊外的湖边走去，因为那儿正是一处经常能看到极光的地方。他可能是想要等天色变暗，赌一把自己的运气。可是搜救人员在那处湖边翻了个遍，并没有看到昌美的踪迹。绕过这片湖区继续前行，那更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
除了当地原住民猎人外，几乎无人涉足。想要在这里边找人，相当于大海捞针。而除了在密林中迷路之外，另一大危险则是黑熊。在这个熊比人还多的地方，通常情况下双方会相安无事的。可如果昌美误入了他们的领地，那么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了。尤其是这些黑熊们正忙着为冬眠贴标呢。警察和当地志愿者们一次又一次冒着危险深入密林，不放弃寻找昌美的机会。而那些留守在城里进行采访的记者们，则从一些当地的因努特老人那儿听到了另一个带有恐怖色彩的极光传说。一位当地的大酋长对记者说，北极光是祖先和逝者的灵魂在夜空中舞动。如果你仔细听，有时候极光会发出一种若有若无的咔嚓声，那是他们在用人的头骨当成球踢来踢去呢。很多因纽特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被大人警告说不准对着极光吹口哨，因为声响会让极光越来越低，光芒跳动得越来越厉害，最后化成绳索把孩子们的灵魂给套走。在育空地区的一些原住民部落则相信极光是那些死于非命的怨灵所化，夜里游荡在树林或者荒野中寻找替身。如果你盯着那抹诡异妖艳的极光看个不停，就会被射入心魄，要么迷路找不到回家的路，或者是坠下悬崖尸骨无存。反正是越说越邪乎，越说越恐怖。对此加拿大的记者们是不屑一顾的，可是日本记者听了之后却是后背发凉，全身机灵。这可不就是妥妥的神隐吗？神隐就是那些被神隐藏起来的人。在日本神话中，万物皆灵，他们掌握着人世间的福祸，因为人神有别，所以他们住在和人域相对应的神域当中，之间呢由一些带着魔法的结界所隔开。有些凡人会因为受到神的召唤，或者被某些妖怪所蛊惑，误入这些结界，进入了神域。而在别人眼中，他们就是突然消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找都找不到。昌美的失踪符合了日本传说中神隐的每一条，只是勾人精怪的国籍换成了加拿大而已。不过警察那边肯定是不会相信这些鬼神之说的。在他们看来，昌美要么是在深山老林中迷了路，要么是失足掉进了哪个湖里，或者是撞上了饥肠辘辘的熊。甭管哪种情况，都是凶多吉少了。而另一个更可怕的可能呢，就是他也许是遇上了不该遇上的人，被强行掳走了。其实一开始警方并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哪怕是在日本，刑事犯罪在那些所谓的神隐事件中都占有极大的比例。而黄刀镇过去的确是民风淳朴，夜不闭户，但是这些年随着年轻人中，尤其是原住民中酗酒、吸食违禁品的比例日渐增加，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的情况层出不穷，甚至一向只在大城市中能出现的帮派混战、街头飙车也开始出现了苗头。尤其是当地猎人，人手一杆猎枪，动不动就要掏喷子，让警察们非常头痛。男人们只顾着打打杀杀、喝酒嗑药，女人们也跟着遭殃。2年前旗警破获过一起贩卖人口案，犯罪分子把那些西北地区的原住民年轻女子抓到大城市，强迫出卖肉体。由于这些女孩中很多没有受过基础教育，甚至连注册的身份证都没有，所以就成为了罪犯眼里完美的目标。警方在破案和营救上也是困难重重。昌美呢，尽管不是原住民，但是身材娇小，相貌上东方人和原住民也有那么几分相似，所以可能是有人看见她一个人在马路边上走，以为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小姑娘，于是就起了歹心，把她掳上车带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找人的难度就会更上一层楼了。就在传言四起、搜寻工作千头万绪之时，11月4日，也就是大规模正式寻人才刚刚开始4天后，皇家骑警却突然叫停了搜索。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警方的发言人称，在昌美的酒店房间里找到了一封他写给日本友人的一封信。根据信里面的内容，再结合昌美日本老家警方的调查，他们有理由相信昌美是独自进入了黄刀镇外的荒野，自愿成为了一个失踪人口。什么叫自愿成为了一个失踪人口？对于这句话日本媒体和加拿大记者都集体懵了。Our investigation has determined that Atsumi Yoshikubo came to Yellowknife with a plan to go into the wilderness and become a missing person.
面对潮水般的质疑声，骑警发言人却三缄其口。这是强调说，出于对昌美隐私的尊重，不能对外公布那封信的具体内容。但是昌美在那封信里表现出了他离去的决心，而且要计划掩盖自己的踪迹，为的就是让外人无法找到他。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昌美留下这封信消失在东京街头，那很有可能是他厌倦了现在的都市生活，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而已。但是当他独自一人走向冰天雪地的荒野丛林时，等待他的只会有一个结果。所谓自愿成为失踪人口，其实不过是自愿了结生命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而已。但是有很多人却并不相信警方的这个说法。日本富士电视台采访了昌美的哥哥，他说妹妹在失踪之后呢，他的确收到过外务省的电话，告知昌美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位女性朋友，信里暗示他将会在加拿大结束自己的生命。哥哥表示，他相信这封信确实存在，但他并没有读过里面的具体内容，因为昌美和家人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系了。不过他对警方给出的失踪原因却并不认同，理由是，如果这一切是昌美早就计划好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在出发前订好回程机票呢？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还会去买给朋友带的纪念品呢？还问店员说这能不能带回日本用？那同样提出疑问的还有那个最后见到昌美的女司机 Carrie， 她在听说了昌美失踪后，第一反应是非常的自责和后悔，以为如果自己当时能够克服社恐，停下来载她一程，可能悲剧就不会发生了。而且作为一个退役的骑警， Carrie 回忆说，昌美看起来精神饱满，状态很好，并不像是要轻生的样子。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一个人有了这个念头，但是不能就此排除其他的可能啊，比如被人绑架贩卖。所以仅凭一封信来做这样的决断是非常草率且不负责任的。于是又有种说法开始流传开来了，说之所以要急着给昌美失踪案结案，是因为担心会影响到即将到来的极光旅游旺季。因为不管是迷路冻死、被熊吃掉，或者是被人掳走，都会给游客带来一种黄刀并不安全的印象，从而转去别处。但是如果只是他自己想不开，做出了极端选择，那么对旅游业的伤害就会大大降低。事实上当年的旅游业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还有日本人因为听说了这个神隐的故事，专门过来猎奇探险，客流量不降反增。不过黄刀镇官方又担心这事儿会起到一个反向宣传的效果，吸引真的有这方面想法的人来到黄刀，把这变成一个圣地于是才有了那个模棱两可的自愿成为失踪人口的奇葩说法。可那些包括 Carrie 在内的很多志愿者依然自发的每天去郊外树林中寻找着昌美，直到一场大风雪降临，彻底掩盖了所有的痕迹，才不得不彻底中断了搜寻。时间推进到第二年9月，有一对徒步旅行的人在黄刀镇北面的一处人迹罕至的密林中发现了衣服的碎片以及一些疑似人类的骨骸，吓得他们连滚带爬地跑出林子报警。警方赶到现场，经鉴定，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但是由于尸体被动物啃食和破坏得非常严重，只剩下零星的一些骨头，因此无法判断她的死因。而那些衣服碎片纤维经过还原后，和昌美失踪时穿的粉色羽绒服颜色相符。随后骑警派人前往日本，提取了昌美父亲和哥哥的 DNA 进行比对，最终在2016年4月宣布发现的残骸正是属于失踪的昌美。他的死因最终被定性为意外，他可能是在树林中迷路之后死于身体失温，或者是遭到了熊的攻击。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遗骸发现的地方距离他最后被人看到的湖边公路只有不到5公里，是搜救队覆盖的区域之一。按理说，他当时穿着的衣服颜色鲜艳，在树林中的辨识度很高，没有理由不被搜寻的队伍发现这也让他的死还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难道说他真的是被某种神秘未知的力量给神隐起来了吗？只可惜秘密永远地留在了黄刀的密林山川当中。2017年 CBC 电视台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名为 Missing Tourist。 记者远赴日本，采访了昌美的哥哥以及前同事、老师、病人等等，试图揭开他的死亡之谜，结果却意外地揭示出了他人生的另一面。昌美出生在日本熊野县鱼土市，家境优渥，父亲经营着当地一家私立医院，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父亲要求家里的孩子都必须学医，以便将来继承家里的产业。高中老师回忆说昌美是个性格非常安静内向的孩子，学习努力，为的就是能不辜负父母的期望，考进医学院。而他的努力也的确得到了回报，进入了熊野的一所医学院学习。本来的计划呢是当一名外科医生，不过后来却转入了心理系学习。在拿到心理医生的执照之后，他回到了父亲开的医院工作。而父亲对女儿的选择有些失望，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拿手术刀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医生。不过还是在医院的4楼给女儿专门开了一间诊室。昌美呢，业务过硬，性格温柔，非常有同理心，所以很快就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后来还有病人专门开车好几个小时找她进行治疗，同事们也都非常喜欢她，觉得她漂亮又和蔼。每次外出旅行，昌美都会给同事们选伴手礼回来，因此她的人缘也很好。总结下来就是昌美人美心善，有份体面且收入不菲的工作，业余时间还常常出国旅行，怎么看都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呀。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他决定放弃在小城的一切，只身前往东京打拼之时，而这也导致了他和保守传统父亲的彻底决裂。至于他为什么会去东京，哥哥对记者说，可能是跟一个男孩有关。昌美尽管看上去文静内向，是个典型的乖乖女，但她也会展现出狂野热情的一面，具体表现在她非常喜欢摇滚乐，并且非常痴迷一个乐团的主唱。她是为了追随心中的偶像而去了东京。一位昌美的朋友也证实说，昌美后来的确跟那个主唱在一起了好几年。由于男生的演出收入并不稳定，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呢，都是由昌美负责支出用度，但是两人还是经常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小事而争吵不休。与此同时大城市带来的竞争和高压也让昌美喘不过气儿来。他一开始呢是在东京的一间大医院就职，却因为职场小团体带来的隐性霸凌而不得不离职。后来他又找到了一间郊区的医院工作，不过每天几个小时的通勤很快就让他身心俱疲。最后他只能做一些公益家访类的工作，去那些腿脚不便无法出门的病人家中进行心理治疗。但是这样一来，他的收入也较之前缩水了不少。生活的不易，工作受阻，情感上也经历波折，那这些叠加在一起，让昌美患上了抑郁症。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他不是个心理医生吗？怎么他也会患上抑郁症呢？但事实上心理医生其实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不仅是因为工作强度，更是因为他们在和有严重心理问题的病人打交道的同时自己也如同海绵一样吸收着他们散发的负能量。如同那句话所说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同样在凝视着你。而心理医生这个职业就是这样一个在深渊边缘徘徊，一不留神就会掉入其中的工作。昌美呢也陷入了这种医者不自医的困境当中。这期间不管是哥哥还是朋友都曾经劝说他回到家乡小城，但是都被他拒绝了。出走大城市，年过40，归来却依然一无所有，面子上过不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无法面对闹掰多年后都没有任何联系的父亲。也就是在这样的内外交困之下，他订了去加拿大黄刀的机票，想要在人生的最后看一看那片梦想中的美丽极光。他可能一开始只是心里头有这么一个念头，但是却并没有下定决心，因此才定下了回程机票，还为朋友们挑选了旅行的纪念品。可是当他真的迷失在密林中，抬头看见天空如舞蹈般跳动着的极光时，好似受到一种大自然的催眠，那本来压抑在心中一了百了的想法就突然坚定了起来，觉得就这样和山川万物化为一体，也不失为一种美好的归属，于是就放弃了求救和自救，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当然了，这些只是事后人们的猜测。我们时常会听到有人劝那些深受抑郁折磨的人说，出去走走，散散心就好了。但是殊不知，孤独的旅行者不仅不会疗愈心理问题，反而很多时候会加重病情。渥太华大学精神系教授 Simon Hatcher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有的人呢会通过长时间的荒野独行来逃避现实带来的困扰，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试探着自己了结的决心。因为一旦身处那种荒无人烟的环境中外界会带来一种抽离或者是压迫感，再加上气温环境的变化，让人心中的厌世感放大，想要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这期间如果没有人进行引导和劝阻，就像当时看到昌美的人都选择和他擦肩而过的话，那么就好像是一个泡在水里即将要溺水的人，身边最后的救生圈也从身边飘走了。也就是说这起看似诡谲神秘的神隐事件，其实大概率是心理疾病加重引发的悲剧。在宫崎骏的动画中，千寻在白龙和无脸男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人间，而现实中迷失在心灵神域的人，需要的是专业的帮助和家人朋友的支持，才能最终摆脱神隐的束缚。最后希望所有内心有困扰的朋友，在孤独迷茫的时候，能够来我们 M2 的评论区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我们也会以我们拍摄到的美丽极光送给大家，一起共勉，一起加油。最后想讲一下，其实极光在罗马神话中有着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故事。极光的这个英文 Aurora 是神话中黎明女神的名字，说她爱上了一位人间的王子，谱写了一段人神之恋。为了能跟爱人长相厮守，女神就向神王朱庇特请求，想要爱人永生父亲经不住爱女的苦苦哀求，就答应了她的要求，并且再三告诫说，愿望一旦许下就不能改变，也无法收回。就这样两人没羞没臊的过了很多年幸福的生活之后，王子的头上长出了白发，脸上出现了皱纹，女神这才意识到，糟了，当年许愿的时候忘了附加条件她只顾着让爱人不死了，却忘了让他不老。只是许下的愿望无法改变，女神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美少年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子，而她自个儿呢，却依然是光芒四射，美貌如初。直到最后，衰老的王子眼神浑浊，再也无法直视天上那一抹极光，于是女神便弃他而去，临走前还不忘把他变成了一只蝉，会对着夜空叫个不停，诉说着被爱人抛弃之苦。也不知道那些从日本远道而来，对着极光许愿能得到真爱的单身男女们，听到这么一个始乱终弃版本的极光传说，心中会不会多少有点五味杂陈呢？好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